这是一个近100岁的年迈老父亲四处寻找女儿，却不慎沉迷上了打牌的故事。那个曾经号称布拉维坎的屠夫的他，如今却在打怪物和打桩之间选择了打牌。这位普普通通的老父亲正是白狼杰洛特。好在寻找女儿的路上，他并不孤单，许多朋友和女术士也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他提供帮助。那么今天，黄魔就以身犯险，远离赌博，来为大家讲述这款人生必玩的单机游戏神作之一《53狂猎》。本作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一个异世界大陆，因为一场名为天球交汇的事件，让游戏中的世界与其他世界发生了碰撞，导致魔法这种极端力量出现。与魔法一同来到这片大陆的还有巨魔、食尸鬼、狼人这样的怪物，当然有猎物，自然就有以此为生的猎魔人。在基因突变的帮助下，他们的身体机能超越了常人，还拥有数百年甚至更长的寿命。不过这并不是没有代价，成为猎魔人也就意味着丧失生育能力。但那些愚昧的村民却一边雇佣着猎魔人消灭怪物，一边又嫌弃别人靠血腥的勾当来换取金钱。而主角正是年纪轻轻的杰洛特，仅仅90岁出头，他就已经成为最强猎魔人，并有了自己的爱人女术士叶奈法。或许是上天觉得杰洛特和叶奈法无法拥有爱情的结晶，于是便给了他一次喜当爹的机会。因为一份委托，杰洛特不但意外解救了尼夫加德帝国的王位继承人恩希尔，还促成了他与辛特拉王国的公主成婚。至于报酬，杰洛特也不想狮子大开口，于是他大手一挥，要求恩希尔用意外率作为回报。意外率顾名思义，就是我只要救过你，那么我就可以按照意外率索要你回家时见到的第一件东西，或者是你不知道但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这种报酬通常都是被救者意外怀孕的孩子，很难想象要是想上厕所怎么办？我给你拉了坨大的。当然杰洛特的运气可没有这么差，公主腹中意料之外的孩子西里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为了杰洛特的养女。也正是因为意外率，让杰洛特与西里命运的枷锁紧紧的羁绊在了一起。起初杰洛特并不想喜当爹，可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他还是在10年后将西里带到了猎魔人的要塞凯尔莫汗接受训练，并将之抚养长大。面对可爱的女儿，杰洛特与爱人叶奈法都将西里视作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而另一个女术士特里斯也同样成为了西里无话不谈的大姐。只不过这个知心大姐老喜欢找杰洛特打桩，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一场针对非人类种族的屠杀当中，杰洛特为了保护朋友，不幸死于猎魔人的克星神器草叉。幸运的是，一个名为独角兽的智慧种族通过西里体内蕴含的力量，让杰洛特死而复生。西里可不仅仅只是王子与公主的结晶，他实际上是上古之血的继承者，掌握着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法则。但也正是因为这股力量，为他的将来埋下了祸根。当杰洛特再次醒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经过漫长的历险和打桩，杰洛特终于彻底恢复记忆。他也再次收到了爱人叶奈法的来信。为了找寻失散已久的女儿西里，杰洛特带上被猎魔人视作父亲一般的导师维瑟米尔，一路追寻叶奈法留下的足迹，向着南方进发。由于西里的亲生父亲，也就是如今南方的尼夫加德帝国现任国王恩希尔，不仅向北方诸国发动战争，还攻占了包括泰莫利亚在内数个历史悠久的北方国家。而北方的瑞达尼亚国王拉多维德非但没有与盟国同仇敌忾，还趁机吞并盟国的领土，将北方统合成了属于自己的极端之国。就这样，由恩希尔统领的尼夫加德帝国与拉多维德组成的极端之国，在庞塔尔河形成了暂时对峙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最强猎魔人杰洛特踏上了这段波澜壮阔的旅程。在乡间的路上，杰洛特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回到了猎魔人要塞凯尔莫汗，并且刚与自己的爱人叶奈法打完一桩，凯尔莫汗依旧还是那么美，一切都像是老样子。老猎魔人维瑟米尔睡着了，不想背书的西里则悄悄地跑去练剑。然而就在杰洛特享受这种惬意生活的时候，一群开着骷髅马的骑士伴随着刺骨的寒霜降临在了凯尔莫汗。这些名为狂猎的异世界精灵一直都渴望着西里体内的上古之血。随着狂猎之王一刀砍向西里，杰洛特也从噩梦之中惊醒。他与老猎魔人维瑟米尔聊起了自己的梦境，还顺带解释了一下叶奈法一直带在身上的独角兽玩偶的作用。维瑟米尔不由感叹，还是年轻人会玩。由于战争席卷大地，活下来的人不仅需要躲避战争，还得时刻为埋伏在野外的怪物担惊受怕。他们一路来到了新手村百果园的旅馆，旅馆老板娘在客人的要求下取下了曾经属于泰莫利亚的文章。杰洛特本想打听一下叶奈法的消息，一位学者却看杰洛特没见过世面，于是便传授了他万恶之源昆特牌。多少杰洛特都因为这玩意儿无心再找女儿，反而去满世界找人打牌，最终导致妻离子散。毕竟咱们玩的不是昆特3狂赌。见旅馆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杰洛特便前去拜访了尼夫加德帝国在这里的驻军指挥官。指挥官表示，只要杰洛特帮他除掉袭击士兵的施救，他就告知叶奈法的下落。无奈之下，杰洛特只能接下这个委托。经过杰洛特一番调查，才发现原来是尼夫加德士兵烧了这头施救的树林，还杀了他的伴侣和孩子，这才引得施救攻击士兵。尽管知道这头施救可怜，但为了找到叶奈法，杰洛特只能与维瑟米尔设下诱饵，将施救引来后给了他一个痛快。指挥官也信守承诺，说出了叶奈法已经前往维吉玛皇家城堡，那里曾是泰莫利亚国王的故居，如今已被尼夫加德帝国占领。当杰洛特回到旅店准备和维瑟米尔动身的时候，一群悼念泰莫利亚王国的极端分子因为老板娘取下了象征泰莫利亚的文章，于是便对老板娘展开了极端殴打。杰洛特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可在把这些极端分子劝躺下以后，老板娘却不念救命之恩，反倒开始赶人。对此杰洛特早就习以为常，猎魔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好心总会引来别人的恐惧和厌恶。此时旅店外，尼夫加德的黑衣士兵早已恭候多时，伴随着一阵丁香与醋栗的香味，一身御姐打扮身姿曼妙的女人走了出来。她正是杰洛特苦苦寻找的爱人叶奈法。叶奈法做事向来都是雷厉风行，他立即表示尼夫加德国王恩希尔要召见杰洛特，于是杰洛特跟随叶奈法
马，前往维吉玛皇家城堡。维瑟米尔则返回猎魔人要塞凯尔莫汉。在前往维吉玛的路上，杰洛特本来正和叶奈法打情骂俏，但一群身着重甲的狂烈骑士却对他们展开了追杀。在消耗了所有的护卫以后，二人才勉强逃到了维吉玛。经过了短暂且舒适的一天，杰洛特终于见到了这位想要一统北方的尼夫加德帝王恩希尔。恩希尔召见杰洛特的原因，竟然是他们的女儿西里又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因为狂烈一直都想得到西里体内的上古之血，为了躲避狂烈的追捕，西里只能不停地在不同的维度之间穿梭。而如今西里又再次出现，这也就解释了狂烈为什么会追杀杰洛特。毕竟西里是恩希尔的亲生女儿，恩希尔便打算花重金委托杰洛特将女儿带回来继承家业。对于杰洛特来说，他早就把西里这个养女当做了自己最亲的人，就算没有委托，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女儿。况且所谓的继承王位，也只不过是让西里成为正直的牺牲品罢了。接受恩希尔的委托以后，杰洛特迫不及待地前去找到了叶奈法。尽管二人彼此都想来上一桩，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根据密探打探的情报得知，西里曾在2个地方出现过，分别是被战火肆虐过的威伦和全世界最富有的自由之城诺维格瑞。杰洛特要做的就是调查这2个地方，而叶奈法则前往充斥着海盗的史凯利格群岛，那里曾发生了一场魔法爆炸，很有可能与西里有关。在与叶奈法依依不舍的吻别后，杰洛特先是前往了威伦，这里早已因为战火的肆虐，成为了一片充斥着死亡与衰败的不毛之地。杰洛特本打算在一处小村庄与密探接头，可当他赶到时，密探已经过了奈何桥了。好在通过密探留下的账本，杰洛特发现西里曾去过一个自封为血腥男爵的军阀家中，还与某个女巫发生过争执。一想到女巫，杰洛特的徽章不由自主地开始了震动，想来这个女巫一定就在附近。然而这名女巫并不是密探所指的人，她是杰洛特的老相识女术士凯拉。凯拉本是一名生性奢靡的皇家顾问，然而造化弄人，拉多维德将北方整合成极端之国以后，便开始和女巫猎人合作，展开了对法师的大清洗，就连尼夫加德也不待见他们。凯拉这才被迫来到了威伦这样的穷乡僻壤。在凯拉的帮助下，杰洛特发现一名神秘的精灵法师似乎与西里有过联系。当他们来到精灵法师落脚的遗迹后，精灵法师却早已离开，只留下了一段全息影像。他让西里提防驼背泥沼的林中夫人。既然得到重要的消息，杰洛特也准备立即动身，但凯拉却想让杰洛特帮忙解除费克岛上的诅咒。事成之后，他会回报杰洛特的恩情，这不是打不打桩的问题。杰洛特本就爱好助人为乐，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驾驶小船来到了费克岛。然而诅咒的背后往往都诠释了一段命运的残酷和人性的贪婪。杰洛特在岛上的塔楼内发现了一个怨念极深的女鬼，她名叫安娜贝，生前本是当地领主的女儿，但由于战乱引起的饥荒，导致灾民来到岛上讨饭吃。可人性总是黑暗的，这些灾民冲进高塔以后，便开始了烧杀抢掠，安娜贝的家人也被残忍杀害，就连她本人也险些遭到灾民袭击。为了坚守自己最后的底线，安娜贝喝下了能够陷入假死状态的魔法药水，但这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当她醒来以后，发现自己不仅无法移动，周围还有一大群饥饿的老鼠。安娜贝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老鼠吃了自己。如此惨烈的遭遇，导致她死后为高塔施加了诅咒，并且化为了散播死亡和疾病的瘟妖。而想要解开诅咒，就需要找到她的爱人葛拉汉，他们之间的真爱就是关键。杰洛特立即来到附近的村子，在这里找到了身为渔民的葛拉汉。原来当初领主非常反对自己的闺女和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恰好灾民想要去领主家讨饭，葛拉汉就想到了私奔，于是他帮助那些灾民闯进高塔。本以为灾民只是拿完东西就走，但现实却不像童话故事那样，灾民进去以后便开始了滥杀无辜。葛拉汉想阻止，却为时已晚。当安娜贝服下假死药以后，心灰意冷的葛拉汉也就离开了高塔。安娜贝死后，自然就认为是爱人抛弃了自己，如今能够拯救爱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需要葛拉汉的一个真爱之吻。就这样，葛拉汉毅然决然与杰洛特重新返回了费克岛，并在此见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在红尘的你，人间的你，守繁华之外，看尽星辰入怀间珍贵，来画一片沧海。我在秋游的你，寂寞的你，望彼岸花开，成对三生负，百步为步，该渡过去向来。在红尘的你，人间的你，守繁华。渔夫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吻，解除了岛上的诅咒。这段爱情故事也并没有圆满的结局。对于杰洛特来说，这只不过是猎魔人的日常，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回去领赏。凯拉为了报答杰洛特，在森林中准备了一套烛光晚餐。清晨，杰洛特醒来，凯拉已经不见了踪影，费克岛上的塔楼却再次亮起火光。隐隐感觉事情不对的杰洛特再次返回了费克岛，正好撞见了打算离开这里的凯拉。原来凯拉解除诅咒是为了拿取塔楼上的瘟疫研究笔记，想要尝试研制出解药献给北方的极端国王拉多维德，以此在拉多维德新教女术士的活动
动下得到赦免。杰洛特也不是拔桩无情之人，于是他劝说凯拉阻止瘟疫蔓延，对拉多维德一点帮助都没有。凯拉只要敢去，拉多维德就敢把笔记和凯拉一起烧掉。他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前往猎魔人要塞凯尔莫汗寻求庇护。就这样，凯拉带着笔记前往了凯尔莫汗，而杰洛特还得继续寻找女儿西里。根据之前留下的线索，杰洛特来到了血腥男爵的地盘乌鸦窝，事情也终于开始有了一些眉目。男爵果然邀请过西里做客，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得知西里在之后去了哪里，就得帮男爵寻找他下落不明的老婆和女儿。之后经过杰洛特一番调查，才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男爵妻子最近意外流产过，并且男爵本人终日酗酒，还经常在喝醉以后对妻子进行家暴，也就是说妻子并不是失踪，而是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家。见男爵有所隐瞒，杰洛特立即回到乌鸦窝质问男爵。在杰洛特的谆谆教诲下，男爵终于交代了实情。他其实一直都深爱着自己的妻女，可因为打仗常年在外，结果妻子却和青梅竹马搞在一起好几年。发现端倪的男爵选择毫不留情的棒打鸳鸯，妻子见真爱死在了自己面前，所以他觉得抛开事实不谈，难道男爵就没有错吗？从那以后，妻子就开始对男爵进行长期的精神折磨，男爵只能终日借酒消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杰洛特只能劝兄弟想开点，来把昆特牌怎么样？为了尽快帮助男爵找回妻女，杰洛特和男爵一起前去找到了妻子流产的胎儿。男爵为这个还未出生便夭折的女儿取名为蒂亚，杰洛特则将蒂亚变成家世妖精。经过这件事，男爵下定决心从此不再酗酒。随后家世妖精指引杰洛特发现了妻女的下落，原来他们离家出走以后，男爵妻子便被一头怪兽掳走，认为母亲遇害的女儿则前往牛堡成为了一名女巫猎人。打从记事起，女儿便总是目睹酗酒的父亲家暴母亲，所以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到男爵身边。见男爵的妻子暂时下落不明，杰洛特便将寻找西里的希望寄托在了林中夫人的身上。他一路深入沼泽，在驼背泥沼深处发现了一群单纯的孤儿，还有一位非常排斥外人的老太婆。而这个老太婆似乎有办法找到林中夫人。见老太婆攻略不下，杰洛特只能去附近找到了一位小地灵乔尼。在帮助乔尼找回自己的声音后，乔尼便带着杰洛特前去给老太婆求情。老太婆这才勉为其难，将杰洛特带进了屋内。在屋内的祭坛之上，三位林中夫人的绝世容颜，美到就像 P 过的一样难辨真假。见到这一幕，杰洛特心中那是小鹿乱撞，这不得打一桩再走。而林中夫人也通过老太婆的身体与杰洛特沟通，虽然声音有点难听，但应该不影响打桩。没想到还是双喜临门，林中夫人果然知道西里的下落，但需要杰洛特前往夏瓦伦清除一股黑暗势力。闻听此言，杰洛特立即表示，我与黑暗势力不共戴天。可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原来这个三姐妹口中的黑暗势力竟然是一位德鲁伊，只因他曾试图反抗三姐妹，结果不但肉体被湮灭，灵魂还被下了诅咒，永远的被封印在了树根之中。而沼泽里的那群孩子们此时也即将命丧三姐妹之手。见三姐妹如此恶毒，想必一定也长得不太好看，所以杰洛特干脆释放了德鲁伊，帮助德鲁伊夺舍了一匹黑马，使其重获新生。而德鲁伊也信守承诺，将沼泽里的孤儿们解救了出来。当杰洛特再次回到沼泽，林中夫人三姐妹也终于现出了真身，看来确实和之前的 P 图有些差距。由于孤儿们被带走，三姐妹迁怒到了老太婆身上，但正是老太婆手上的印记，让杰洛特发现原来她就是男爵失散的妻子安娜。心中另有他人的安娜不愿再为男爵生下孩子，所以她去找到了林中夫人。于是三姐妹便吸收了安娜大部分的精力，如安娜所愿，她流产了，但自己也变成这副垂垂老矣的模样，而代价就是用自己的余生来服侍三姐妹。虽然杰洛特放跑了德鲁伊，但也算得上完成了任务。于是三姐妹便说出了西里的下落。当初西里来到驼背泥沼，早已是疲惫不堪，她们也渴望得到西里的上古之血，于是便准备架锅熬汤，打算把西里给吃掉。好在缓过神来的西里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并向着男爵的乌鸦窝方向逃去。听到这里，杰洛特顿时就起了杀心，但三姐妹却悄然消失在了迷雾之中。随后杰洛特返回乌鸦窝，将妻子安娜的下落告知了男爵，而男爵也信守承诺，讲述了西里来到这里的前因后果。在逃离驼背泥沼后，西里便来到了男爵的家中。或许是西里让男爵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因此他收留了西里，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她视如己出，甚至还将自己的爱马送给了西里。但因为一次意外，男爵被一只石化蜥蜴抓到了高塔之上，西里为了救他，只能动用了自己飞雷神一般的特殊能力，导致自己暴露了行踪。所以西里只能在狂猎抵达之前离开威伦这片无人之地，前往自由之城诺维格瑞。看来西里极有可能就在诺维格瑞。杰洛特本打算立即动身，但自知手里已经没有交易筹码的男爵，只能希望杰洛特能够陪他一同前去驼背泥沼救回妻子安娜。在杰洛特看来，他还是挺喜欢这个豪爽的牌友，再加上他并没有亏待西里，杰洛特索性也就答应了下来。这时一只名叫乌玛的畸形生物闯了进来，就连杰洛特的徽章都在震动。可乌玛明显不是女术士，男爵则说道，乌玛是他从一个史凯利格商人手里打牌赢来的。不过这种小插曲杰洛特也并不是很在意。之后男爵召集了高达6人的兵力，声势浩大的重返了驼背泥沼，而男爵的女儿也带着女巫猎人来到了这里。众人齐心协力消灭了林中夫人手下的怪物。可因为之前孤儿被救走，三姐妹就把妻子安娜变成了怪物。尽管杰洛特尽全力解开了部分诅咒，但终究还是无法挽救安娜的性命。一家3口就这样见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面。一连串的打击彻底击垮了男爵，他只是默不作声的独自回到了乌鸦窝。当杰洛特再次返回乌鸦窝的时候，这个号称血腥男爵的男人在失去了生命中所爱的一切后，带着无尽的悲伤与绝望，在乌鸦窝的树上选择了上吊自尽。其实杰洛特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如果要他两全相害取其轻，那么他宁可都不选。他从未想过救孤儿时
时，安娜会因此而死，也没想过男爵会在离开王妻后以这样的悲剧收尾。或许很多时候一旦做出决定，便再也无法回头。不过眼前还是女儿西莉要紧。杰洛特离开被战火摧残的威伦，来到了这座北方最大也是最富裕的城市诺维格瑞。它不属于任何国家，是一座自由之城。这里看似繁荣昌盛，光是打桩的地方都有12个，但实际上这里的各个势力也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黑帮势力的4大天王掌握着城市的命脉，永恒之火教会则控制了城市的信仰。北方的极端国王拉多维德虽然没有这里的治理权，但他却支持永恒之火教会，祸害那些会魔法的术士以及非人类种族。所谓的自由也只不过是人类的自由而已。杰洛特想要取得西莉的线索，就得求助城市里的一个女术士特里斯。相比于叶奈法的成熟气质，特里斯则显得小鸟依人，笑起来也总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在杰洛特失忆的期间，以专一闻名天下的他都没能抵抗住特里斯的魅力，最后还是恢复记忆以后，于半年前和特里斯分手。这也导致特里斯和叶奈法那坚不可摧的闺蜜关系有了一些瑕疵。而在西莉的心中，也早就把特里斯当成了亲姐姐一样对待。既然她来过诺维格瑞，那么特里斯就一定知道西莉的下落。由于杰洛特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到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于是他就去商店办理了无责任贷款，勉强解决了温饱。当杰洛特再次见到这位小情人后，才发现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城内正在大肆搜捕女术士。饶是特里斯是个术士天才，也还是沦落到了用法术帮人抓老鼠以换取报酬的下场。然而意外的是，特里斯并不知道西莉的下落，杰洛特也就只能另寻他法。见到曾经的小情人陷入这种窘境，杰洛特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其实也不难看出，他们都还爱着彼此。在特里斯的建议下，杰洛特前去找到了一位捕梦师。通过梦境，他发现西莉曾去找过有着绯红复仇者之称的吟游诗人丹德里恩，他也是杰洛特为数不多且最好的同伴之一。可当杰洛特兴致勃勃地去找他，却只发现了另一个同伴矮人卓尔坦，丹德里恩则是下落不明。杰洛特只能四处拜访丹德里恩的红颜知己，其中有洗衣服的阿姨、教书育人的老师、奇装异服的猛男，还有富人家的女佣，甚至不乏贵族的千金。但最后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叫普希拉的女吟游诗人。普希拉可谓是美貌与才华并存，她同时也是丹德里恩的真命天女。当晚杰洛特就去参加了普希拉的演出，美妙的歌声不仅让杰洛特陷入回忆，还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陈年的伤痕，渴望温柔帮助，一缠绵万古心相映出，撕裂的心扉，你用爱缝补，这缱绻交织迷糊，一落空长书，真心一字梦境逃离，共约定相遇足不相惜，大雨般的秀发在梦境中翻飞，自落难的眼一缕中爱情，不愿随浪踪踏入风暴汹涌，许你真心，哪怕爱已成空，你是这颗心，如磐石坚硬，我仍拥抱你，无论天寒地冻。演出结束以后，普希拉告知杰洛特，在丹德里恩失踪之前，他与西里曾计划抢劫当地的4大天王之一卢文的金库，并且还跑去另一个天王霍桑二世的老巢大闹了一场。看来想找到丹德里恩，就绕不开当地的黑帮势力。于是杰洛特立即动身，前往了卢文经营的澡堂。此时4大天王其中的3个都在这里，分别是卢文、坎王还有乞丐王。他们似乎正在计划如何除掉最后一个天王霍桑二世。卢文这个人也算是杰洛特的老相识，他本是极端国王拉多维德手下的情报机构首领，曾与自己的情人女术士菲利巴在瑞达尼亚王国全心朝野，但卢文还是成为了菲利巴的牺牲品。在失去了拉多维德的宠幸后，卢文转入地下，成为了一名黑帮老大，而菲利巴则因为乱政被拉多维德挖去了双眼，成为了一名落魄的女术士。卢文见杰洛特想要去找自己的死对头霍桑二世，于是爽快地说出了霍桑二世可能出现的地点。所幸的是，卢文并不知道，就是丹德里恩抢劫了他的金库，还表示只要杰洛特愿意帮他调查金库去向，他就帮忙打听丹德里恩的下落。杰洛特也想搞清楚西里和丹德里恩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经过一番调查得知，他们似乎在抢劫金库以后，半路被女巫猎人首领曼吉给截胡了。于是杰洛特打算前去女巫猎人营地找曼吉问话，可那里却是戒备森严，恰好担忧杰洛特的特里斯找了过来。于是特里斯决定以身犯险，让杰洛特假装拿自己领赏，以此混进营地之中。尽管这样做会受尽折磨，可为了套出金库和丹德里恩的下落，特里斯觉得吃点苦头也没什么。但杰洛特可无法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遭受如此痛苦，况且他不吃牛肉，既然无法混进去，那么就只能从正面潜入。杰洛特手中的枪口不断喷吐火舌，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这些欺软怕硬的女巫猎人可以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女巫
巫猎人首领曼吉也倒在了一轮一轮的点射之下。在曼吉留下的信件中，他们得知丹德里恩似乎被女巫猎人关在了某个地方，但具体位置却不清楚，并且金库的财宝也因为曼杰的死最后不知去向。杰洛特只能舔着脸把找回的金库钥匙交给了卢文。卢文其实也知道杰洛特想要隐瞒抢劫金库的始作俑者，尽管他的财宝并没有被找回来，但他还是告诉了杰洛特关于丹德里恩的重要情报。通过卢文提供的线索，他们从曼杰的联络人口中得知了丹德里恩正被关在神殿岛。如今女巫猎人首领曼吉已死，想要从里面救出丹德里恩，就只能另寻他法。于是杰洛特将希望寄托在了霍桑二世的身上。一番寻找无果后，杰洛特只能再次厚着脸皮去找卢文。卢文也爽快地提醒了一下杰洛特，那就是杰洛特的老相识罗契应该有办法找到霍桑二世。罗契曾是灭亡的泰莫利亚蓝衣铁卫指挥官，面对强大的尼夫加德，哪怕是自己的国家灭亡，他也还是通过游击战以反抗尼夫加德的统治。看在往日的情面上，罗契带上杰洛特前去会见他现在的盟友，正是那个将北方合并的极端国王拉多维德。拉多维德在得知杰洛特的来意后，竟直接说出了霍桑二世的下落。霍桑本就是他的走狗，如今他觉得霍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倒不如送给杰洛特做个顺水人情。在拉多维德提供的线索下，杰洛特一路找到了霍桑的藏身处，而这里的景象却是惨不忍睹。这个霍桑二世竟然是一个喜欢用变态手段袭击妙龄女子为乐的极端分子，就连一向好脾气著称的杰洛特都忍不住对霍桑二世展开了极端殴打。在杰洛特的一番感化之下，霍桑二世终于交代了实情。原来西里和丹德里恩曾去找过霍桑二世，希望他能够帮忙修复一个护符匣，而霍桑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他们去抢劫卢文的金库，但金库中途却被女巫猎人抢走。霍桑气急败坏之下，便抓了西里的朋友变形怪杜杜，想要以此为点打援。西里自然不会抛弃朋友，于是他潜入霍桑的宅邸，将杜杜解救了出来。面对赶来的霍桑手下，西里让杜杜变成霍桑的模样，先一步离开，他自己则在随后杀了出去。至于西里的下落，霍桑却不得而知。在杰洛特眼里，西里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这个霍桑既然对西里产生了歹念，那么他就需要物理超度。安顿好霍桑以后，由于之前曼杰的死导致他们很难将丹德里恩从神殿岛救出来，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杜杜可以变形的能力冒充曼吉，将丹德里恩调离至纽堡，他们就可以趁机中途拦截。为了找到失踪的杜杜，普希拉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并由杰洛特本色出演猎魔人，成功把生性胆小的杜杜引了出来。见一切万事俱备，矮人卓尔坦提议让杜杜变成西里的模样，好让这位许久未见女儿的老父亲看一看女儿长成了什么样。随后杜杜使用了变形能力，果然女大18变，相信没有人能够拒绝杜杜这样的好朋友。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女巫猎人果然出现在了前往纽堡的路上，杰洛特也终于找到了这位老朋友丹德里恩。之后根据丹德里恩所说，西里和他在逃出霍桑的宅邸后，他们就一路逃往了神殿岛。可在无穷无尽的追兵之下，西里也耗尽了所有体力。就在一个士兵想要射杀西里的时候，丹德里恩想要上前救援，西里见无路可逃，于是再次使用了传送能力，从此他便销声匿迹。而西里想要修复护符匣，似乎是为了破解一个诅咒。如今威伦和诺维格瑞都没有了西里的线索，那么杰洛特只能将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叶奈法先一步前往的史凯利格群岛。但临走之前，他还需要帮助小情人特里斯离开这个对女术士充满恶意的自由之城。特里斯现在过得那是惨不忍睹，只能住在一栋破烂的建筑里，整天忍受着房东夫妻的念叨。他本来可以过得很好，但特里斯想帮助那些法师们逃离这里，所以只能求助于一位当地的贵族提供资金。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杰洛特与特里斯一同前往了贵族的化妆舞会。在舞会上，他们成功得到了贵族的资助，一直紧绷着精神的特里斯也不由得放松了下来。特里斯也久违的再次发出悦耳的笑声，竟直接倒在了杰洛特的怀中。看着特里斯如车菊一般湛蓝的双眼，再加上身后的烟花绽放的浪漫氛围，促使着杰洛特与特里斯再次吻在了一起。二人也不禁重新燃起了情愫。有了逃跑的资金，特里斯得以带着法师们来到了港口，他们也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在这种离别的氛围下，杰洛特终于对特里斯说出了那3个字。特里斯也被杰洛特的专一所感动，他决定不跟法师们离开，而是留在杰洛特身边。之后二人来到了一处灯塔之上，畅想着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情到深处的二人打起了桩，灯塔的火光也开始了有节奏的闪烁。而远处的2位航海家卧龙和凤雏则看着不明所以的灯塔暗号，陷入了沉思。在依依不舍地与小情人特里斯分别后，杰洛特得知丹德里恩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歌舞厅，但却没有启动资金。为了帮助好兄弟发展事业，杰洛特堂堂一位最强猎魔人，竟然沦落到了扮演劫匪，让好兄弟绯红复仇者在一位有钱的前女友面前英雄救美。丹德里恩这才得以借到了启动资金。不久后，丹老板的变色龙旅店也到了开张的日子，但这时普希拉却遭到了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袭击，不仅被打成了重伤，就连喉咙和食道也被灌入了腐蚀性液体。这也就意味着普希拉再也无法唱出悦耳的歌声。见弟妹被人搞成这样，杰洛特立马开始了调查，而这个连环杀人犯依旧还在嚣张地杀害无辜百姓。经过多番调查和追踪，杰洛特发现这个连环杀人犯竟然是一只高阶吸血鬼。他这么做的原因，竟然是觉得诺维格瑞是一座堕落之城，所以他要用极端的方式来惊醒世人。杰洛特可不在乎他的梦想，而是将吸血鬼渡去见了佛祖。做完这一切，杰洛特暂时告别好友，乘上了前往史凯利格群岛的帆船。可就在即将抵达的时候，他们却遭到了一群海盗的劫掠。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可随之而来的一场风暴摧毁了杰洛特乘坐的帆船。万幸的是，杰洛特再次醒来后，他已经抵达了史凯利格群岛。由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史凯利格有着类似维京人一样的文化以及淳朴的民风，岛上的居民拿起斧头就是海盗，放下斧头就是渔民。为了紧
尽快找到先一步来到这里的叶奈法。杰洛特直接给艾玛罗伯挂上武打，驾驶着罗伯风驰电掣的来到了港口。恰好此时这里的领主们正在为死去的国王举办传葬仪式。根据习俗，需要有人一同殉葬，但王后却并没有这个打算。最后还是由国王的情妇与国王的遗体一同飘向了大海。随着领主奎特将带有火焰的箭矢射到船上，情妇陪着国王踏上了人生最后的旅程。而杰洛特也在葬礼上再次发现了久违的爱人叶奈法。此时什么小情人特丽丝早已被杰洛特抛之脑后，他可是一个专一的男人。你好香啊 Geralt， 葬礼上呢？葬礼上的你好香啊。葬礼结束后，叶奈法告知杰洛特，岛上的一场魔法爆炸极有可能和西里有关，但想要前往爆炸现场，就得经过德鲁伊莫斯萨克的同意。领主奎特也来到了杰洛特面前，再次与相识多年的老友相聚。领主奎特盛情邀请了杰洛特和叶奈法前去参加国王的守灵宴。在宴会上，小两口找了一个独处的机会，悄悄溜进了德鲁伊的工作室，成功借到了只能用一次的响尾蛇面具。只要有这个面具，就能在爆炸现场看见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为了感谢杰洛特的陪伴，叶奈法再次拿出了很久没有用过的独角兽，二人在独角兽背上痛快地打了一桩。完事之后，小两口再次返回了守灵宴。此时史凯利格也需要选出新的国王，不同于大陆上的世袭制，他们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王位继承者，就连报名都能找人帮忙。其中的报名者就有前任国王的儿子，以及领主奎特的儿子哈尔玛，还有他的女儿凯瑞斯。事情过后，叶奈法和杰洛特前去找到了领主奎特，希望他能够帮忙向德鲁伊说情，允许二人前去调查魔法爆炸的现场。奎特这个兄弟也确实能处，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便答应了这个请求。为了报答领主奎特，杰洛特先是帮助他女儿凯瑞斯替另外一个领主乌达瑞克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怪病，还帮他儿子哈尔玛猎杀了传说中的寒冰巨人，让兄妹二人在王位角逐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可就在奎特为儿女举办的庆功宴上，一群化为巨熊的狂战士却突然发狂似的冲了进来，导致大部分候选人命丧当场，而奎特家族也莫名其妙的背上了这口黑锅。不过好在杰洛特与奎特的女儿凯瑞斯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前任国王的妻子。他如此不择手段，目的就是为了让儿子顺利当上国王。本来杰洛特搜集的证据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王后那富有正义感的儿子觉得母亲的行为让家族蒙羞，所以当场指认了母亲的罪行。领主奎特的女儿凯瑞斯因此立下大功，就这样成为了史凯利格群岛新的统治者。帮助完老朋友，接下来也该忙正事了。杰洛特与叶奈法前去找到了德鲁伊莫斯萨克，可就算杰洛特搬出了领主奎特，德鲁伊这个老顽固也还是不愿放他们过去。殊不知谈笑之间，叶奈法早就悄悄溜到了爆炸现场，并且使用了响尾蛇面具。见事已至此，杰洛特只能配合叶奈法将面具戴上以后，重塑了所有的来龙去脉。原来史凯利格群岛就是西里最开始出现的地方，与他同行的正是之前那个为西里留下全息投影的精灵法师。他们在这里遭到了狂烈包围，为了给西里争取逃跑的时间，精灵法师使用了足以炸毁整座森林的魔法。西里则趁这个机会逃到了无人之地威伦。在经历了林中夫人和男爵的款待后，他又辗转前往了自由之城诺维格瑞。最后为了躲避女巫猎人的追杀，西里又再次传送回了史凯利格群岛。因为根据德鲁伊所说，在魔法爆炸2周后，黄烈曾去过附近的印达斯费尔岛。得知这个消息，二人立即赶到了这座小岛。通过一番走访调查，他们发现一个叫史凯球的村民似乎与西里有过接触。当他们找到史凯球的时候，这位村民已经被一头狼人杀死了许久，眼看距离找到西里仅一步之遥。叶奈法干脆直接使用了黑魔法，让史凯球短暂的复活了过来，并从其口中知道了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史凯球本是一位憨厚老实的村民，突然某一天，精灵法师带着刚从自由之城逃回来的西里来到了史凯球的面前，将西里托付给史凯球以后，精灵法师为了引开狂烈士兵，便与西里约定好在某个地方见面。当西里再次醒来后，身旁的人已经变成了默默守护他好几天的史凯球。在这里，史凯球的家人盛情款待了西里，可就在西里养好伤准备出发的时候，狂烈也再次追到了这里。许多村民被狂烈士兵无情杀害，史凯球为了护西里周全，没有选择像一位战士那样与敌人搏斗，而是带着西里向他与精灵法师约定好的地方赶去。在与精灵法师会合以后，西里本想回去救史凯球，但精灵法师却让西里昏睡了过去，强行带他离开。史凯球则因为狂烈士兵的攻击陷入昏迷。当他再次醒来，一只从未见过的畸形生物却出现在了海岸边。就这样，为了拯救西里，老实憨厚的史凯球因为不战而逃的行为被村民所唾弃。他不仅失去了家人，还成为了村民口中的窝囊废。为了证明自己，他才义无反顾地前去挑战狼人，结果可想而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杰洛特猛然想起了之前在男爵的乌鸦窝见过的乌马，而这个乌马很有可能就是找到西里的关键，甚至乌马大概率就是西里。即将动身之前，叶奈法却突然要求杰洛特陪自己去处理一件私事。原来当初有一只敌精在叶奈法和杰洛特身上设下了一种将二人的命运羁绊在一起的法术，从那之后，他们的宿命似乎就被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叶奈法想要知道，如果没了敌精的法术，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否又还能继续下去。于是在二人的努力下，他们捕获了另一只敌精，并要求敌精解除了上一个敌精设下
下的法术。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叶奈法对杰洛特的爱意非但没有丝毫衰减，反而更胜从前。在时间管理大师杰洛特的3字经下，二人的这一次亲昵仿佛有了初吻一般的感觉。告别爱人叶奈法以后，杰洛特返回了男爵曾经的住处，将乌玛抱到了罗伯的马背上。经过1周的长途跋涉，杰洛特终于回到了猎魔人的要塞凯尔莫汗。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叶奈法也打算开始解除乌玛身上的诅咒。但老猎魔人维瑟米尔可是将西里当做了自己的亲孙女儿一样看待，他不想很有可能是西里的乌玛遭受痛苦，所以决定带着乌玛上山，用相对温和一点的方式解除诅咒。在等待维瑟米尔的漫漫长夜，杰洛特与同为猎魔人的2位兄弟兰伯特与艾斯凯尔准备在今晚大醉一场。但在之前，杰洛特应叶奈法的要求，花了长达数十秒的时间打了一桩。完事之后，叶奈法先去休息，杰洛特也得以和兄弟们开始叙旧。那一夜，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为了找几个女术士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甚至打起了叶奈法千里镜的主意。3人默契地换上了叶奈法的衣服，以为这样就能装得像个女术士。谁料他们打开千里镜后，却没有什么女术士，而是一位正在蹲坑的大主教。大主教活了一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3个女装大佬围观，还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一夜的闹腾就这样结束。当杰洛特酒醒后，才发现维瑟米尔并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只能依靠叶奈法的方法，那就是存活率极低的清草试炼。这种突变是一段极其痛苦的过程。好在依靠着叶奈法的法术，配合之前西里想要修复的护符匣，他们终于解开了乌玛的诅咒。但乌玛却并不是西里，而是一直在帮助西里的那个精灵法师。他曾是艾恩艾尔精灵族前任国王的首席顾问，同时也是一位法力高强的精灵贤者。而狂烈也只不过是艾恩艾尔精灵国手下的一支部队。由于贤者和精灵国的现任国王艾瑞丁发生过冲突，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西里，避免他落到现任国王艾瑞丁手里。而狂烈之所以想得到西里，是因为狂烈的世界正面临来自白霜的威胁。不仅是狂烈的世界，就算是杰洛特所在的世界，终有一天也会出现白霜。只要白霜出现在任何一个世界，那么他就可以在数十年内将整个星球变成一坨毫无生机的冰块。只有西里体内的上古之血才能阻止白霜带来的毁灭，并且西里能够随意穿梭维度的能力，也能让狂烈踏入更加广袤的世界。去一趟夜之城都不是不可能。无论如何，这位精灵贤者还是说出了西里的下落。为了避免西里被狂烈发现，他将其藏在了迷雾之岛。可一旦西里离开迷雾之岛，狂烈必然会尾随而至。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固守在凯尔莫汗要塞，以应对狂烈的猛烈攻势。但仅凭他们几个还远远不够，所以杰洛特必须寻求当初那些老友的帮助，让他们来到凯尔莫汗，共同抵御狂烈的进攻。矮人卓尔坦表示义不容辞。罗奇作为游击队领袖，本就在与尼夫加德帝国艰难作战，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而史凯利格群岛领主奎特虽然抽不开身，但他将传家宝东之刃送给了杰洛特，他的儿子哈尔玛则会前来助阵，就连德鲁伊莫斯萨克也会全力相助。集结完盟友之后，便是前去接回女儿西里。杰洛特驾驶小船来到了迷雾之岛，在精灵贤者的魔法萤火虫指引下，他终于来到了西里所在的小屋外。但门口的一群矮人却说西里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闻听此言，杰洛特心中犹如泰山压底，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推开了房门。屋内的西里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苦苦寻找的女儿，最终还是离自己而去。脸上很难有感情变化的杰洛特，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比所有人都要强烈的情感。他紧紧地抱住了女儿冰冷的尸体，痛苦和自责填满了他的内心。但这一切并不会就此结束。原来精灵贤者只是让西里暂时失去了生命体征。随着西里再次苏醒，父女二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时光仿佛再次回到了西里小时候。这对历经波折的父女终于得以团聚。之后，父女二人聊起了他们分开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在精灵贤者的帮助下，西里学会了如何掌控自己的力量。贤者还将西里带到了一个狂烈找不到的世界。根据西里所形容，搞不好他们去的是夜之城。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威的男人。就这样，父女二人回到了凯尔莫汗。西里在见到久违的维瑟米尔老爷子后，也上前与他相拥在了一起。叶奈法也在其后紧随而至。但特里斯来了以后，叶奈法就玩起了小心思。干嘛？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前来助阵的好友也都纷纷来到了凯尔莫汗。有过义庄支援的女术士凯拉也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所有人都在静待狂烈大军的到来。随着气温开始骤降，叶奈法撑起了一道笼罩城堡的魔法屏障，以抵御狂烈带来的寒霜。特里斯则在高处提供火力支援。杰洛特与兰伯特在森林中正面迎敌，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可却还是无法阻止狂烈攻入要塞。面对狂烈的攻势，他们终究还是被打得节节败退。随着叶奈法魔力耗尽，狂烈直接冲破了大门，来到了要塞内院。寒霜在一瞬间冻住了所有人，只有西里和维瑟米尔侥幸逃过一劫。耶森二人本打算先行撤离，但狂烈之王艾瑞丁却抓住了西里，就连维瑟米尔也被狂烈大将扼住了咽喉。狂烈之王本想以此胁迫西里束手就擒，但老爷子为了不让西里落入他们手中，这位最老的猎魔人以自己生命为代价，让西里这只燕子再次翱翔。你这个孩子从小就不听话，但我就喜欢你任性。
无尽的自责与愤怒让西里体内的上古之血爆发出了毁灭一切的力量，就连狂烈之王都无法抵御，只能带着狂烈士兵狼狈的离开了这里。就在凯尔莫汗快要坍塌之时，精灵贤者使用法术才制止了西里的疯狂。大战过后，众人为维瑟米尔举行了葬礼，凯尔莫汗也将随着老爷子一同死去。但不依不饶的狂烈终究还是一个难题，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他们决定召集更多盟友，尽可能在与狂烈的决战中占据更多优势。而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期间，西里因为老爷子的死，情绪非常的不安和急躁。好在作为一个老父亲的杰洛特总是能找到办法逗得女儿开怀大笑，西里也因此重新振作了起来。尽管如此，西里可没有忘记替老爷子报仇。杰洛特对此自然是义不容辞，于是他和西里悄悄地前往了威伦的秃树山，因为林中夫人三姐妹将要在这里举办宴会，而林中夫人其实就是狂烈的走狗，杀死维瑟米尔的狂烈大将伊勒瑞斯也会出现在宴会之上。父女二人分工明确，西里前去找到了林中夫人，将其中2个罪大恶极的老巫女斩杀，但三姐妹之一的芝婆则进行了极端逃窜。另一边，杰洛特也来到了狂烈大将伊勒瑞斯面前，结果可想而知。论单挑，杰洛特至今难逢敌手。在用法印让狂烈大将感受痛苦之后，杰洛特拿起大将的武器，终于替维瑟米尔报了仇。之后，父女二人重新回到了自由之城。特里斯和耶奈法早就先一步来到了这里，开始召集女术士集会所的人成为盟友。在这期间，杰洛特前去卢文的澡堂，救出了女术士集会所的创立者之一菲利巴，为决战狂烈增添了一丝希望。但卢文却不会让他们就这样离开，因为卢文与菲利巴都曾在极端国王拉多维德手下做事，可因为政治野心，卢文成为了菲利巴的牺牲品。然而菲利巴最后也还是因为摄政被拉多维德挖去了双眼。就在卢文想要算旧账的时候，杰洛特巧妙地化解了冲突，因为卢文正在计划刺杀极端国王，能够将他引出来的人就只有极端国王恨之入骨的女术士菲利巴，所以他们打算利用菲利巴作为诱饵，将极端国王从战舰上引出来。就连游击队长罗契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在他们的诱惑下，极端国王终于被引了出来，而菲利巴则报了挖眼之仇。这位将北方整合成极端之国并残害法师和非人类种族的极端国王就这样横死在了街头。在随后的庆功宴上，罗契表示属于泰莫利亚游击队的战争结束了，他们与尼夫加德帝王恩希尔达成了协议，只要除掉极端国王，那么恩希尔就会从泰莫利亚撤军，并将泰莫利亚纳为藩属国。可此时卢文也展现了自己的野心，他除掉极端国王的目的是为了接替极端国王的位置，继续和尼夫加德帝国奋战到底。不管怎么样，杰洛特不可能抛弃兄弟罗契，所以他只能含泪与卢文一刀两断。之后的时间里，杰洛特找到了更多女术士盟友，徽章都快真烂了。而精灵贤者为了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优势，决定策反狂烈之王艾瑞丁手下的另一名大将盖尔。因为艾瑞丁是毒杀了前任国王才得以上位，而狂烈大将盖尔则对前任国王忠心耿耿。只要精灵贤者告诉他真相，那么他一定不会再为艾瑞丁效力。为了前往精灵族的世界，杰洛特随精灵贤者一起穿过隐藏通道，来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些世界要么是因为太过古老，导致原本的海洋资源枯竭，最终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漠；要么是经历白霜之后，成为了一颗毫无生机的寒冷星球。琳琅满目的世界让走南闯北多年的杰洛特也唏嘘不已。经过了多次的穿越，他们终于来到了精灵族的世界。此时狂烈大将盖尔正在为情人画着肖像。在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后，对前任国王忠心耿耿的盖尔也想知道背后的真相，于是盖尔决定和他们走一趟。而盖尔为情人留下的话则彰显了他抽象派的品味。在捕梦师的帮助下，盖尔得以通过梦境看到了艾瑞丁毒杀前任国王的画面。沉思片刻后，盖尔告诉杰洛特等人，让他们去史凯利格群岛寻找太阳石，用太阳石召唤狂烈的末日之船，狂烈之王艾瑞丁也会随之现身。届时盖尔将不会派兵支援艾瑞丁。如今万事俱备，众人也即将再次前往史凯利格。可就在出发之前，爱人叶奈法和小情人特里斯竟然同时找上了杰洛特。他们奇迹般的想在决战之前与杰洛特度过剩下的打桩时光，还是3个人一起约定好了在旅馆见面后，叶奈法和特里斯先一步离开。杰洛特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在落日的余晖下，杰洛特轻装上阵，他不顾一切的向着旅馆奔去。来到门口以后，杰洛特看向自己准备的好酒，安抚了一下胸前震动的徽章，红着脸推开了房门。此时叶奈法和特里斯早已准备就绪，下一刻杰洛特就被铐在了床上。还在期待下一步的他，殊不知已经为自己的花心付出了代价。2个女人都对杰洛特死了心，杰洛特就这样被铐了一整夜，直到第2天，丹德里恩才进来为他解开了束缚，期间还得忍受丹大师的嘲讽。经过这一段小插曲，众人乘船再次来到了史凯利格群岛。事不宜迟，在杰洛特前去拿到太阳石之后，精灵贤者便利用太阳石开始召唤狂烈的末日之船。随着一阵白光闪过，狂烈带来的寒霜逐渐冰冻了海面。叶娜法在众多女术士的帮助下，一同抵御住了寒霜的侵袭。恩希尔也自然不会任由亲生女儿被狂烈抓走。伊夫加德舰队率先冲向末日之船，而杰洛特也来到了附近。可狂烈的另一名大将卡兰希尔却释放魔法冻结了周围的一切。西里可不愿就这样坐以待毙，他用自己的能力独自一人杀到了狂烈大将面前。西里拼尽了全力，才勉强击碎了大将的法杖。虽然自己身负重伤，但好歹也算是破除了冰冻魔法。见女儿陷入生命危险，杰洛特强行挣脱束缚，与狂烈大将战斗在了一起。杰洛特不断扣动手中的扳机，强大的火力倾泻在了大将身上。这位大将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倒在了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下。当杰洛特结束战斗，末日之船已经来到了西里的面前。千钧一发的时刻，领主奎特驾驶战船直接对着狂烈的战舰贴脸开打，双方一瞬间就开始了白刃战。杰洛特趁此机会赶紧登船。当他来到甲板上的时候，
总是不求回报，帮助自己的领主奎特也倒在了狂猎之王的剑下。见自己的亲友一个接一个被狂猎杀死，杰洛特心中爆发出了滔天的杀意。为此，他不惜使用了自己最强的一招百年剑法。狂猎之王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招式，只能在杰洛特的一声声新年快乐之下，满怀不甘的倒在了战场之上。但这一切却并未就此结束，精灵贤者竟然趁机利用岛上的高塔，打开了世界之间的大门，导致第二次天球交汇出现，诸多世界将会彼此连接，许多未知生物甚至是精灵族都能借此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意识到情况不妙，杰洛特立即赶到了高塔，发现精灵贤者正在启动大门。既然这样，杰洛特也不得不起了杀心，和精灵贤者却扔掉了手中的武器。西里则从一旁走了出来，原来是他请求贤者这样做的，因为西里明白白霜早晚会降临这个世界，他不愿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就这样死去，所以他要利用体内的上古之血前去阻止这场浩劫。面对老父亲杰洛特的苦苦挽留，西里毅然决然地进入了传送门。在白霜肆虐的世界里，西里脑海中不断浮现起自己和老父亲的快乐时光。杰洛特总是能在西里伤心的时候给予他最大程度的安慰。一段时间过后，杰洛特再次回到了白果园，天边的火烧云将周围的草木映得通红。杰洛特请了一位老师傅，打造了一把轻盈且锋利的剑，并将燕子铭刻在了剑身之上。随后，杰洛特将这把剑送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西里。原来西里实在舍不得老父亲，阻止了白霜之后，他又再次回到了杰洛特身边。西里也将作为一名猎魔人，与父亲杰洛特从此浪迹天涯。故事的最后，因为极端国王的死，恩希尔的尼弗加德大军一路北上，将北方诸国尽数统一。罗奇也以成为附属国的方式，让泰莫利亚重新复国。而史凯利格群岛在领主奎特的女儿凯瑞斯带领下，不再以劫掠他国为生，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让他的子民繁荣昌盛。在西里成为猎魔人以后，杰洛特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西里，父女二人分道扬镳。西里这个女猎魔人也很快名扬天下。至于杰洛特，还是像往常一样，有上一桩没下一桩，整天过着靠捡委托糊口的日子。他偶尔也会去找丹德里恩喝一杯，想象着如果当初做了不同的决定，那么又会是怎样一副场景。而这些就需要玩家们自己去探索了。本期视频是狂魔目前讲过最长的一期视频，文案都写到了16000多字，做的实在不容易。也希望看到这里的观众能够留下一个点赞或者关注。狂魔在这里谢谢各位了，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